一颗高丽菜200多块，这不是进口的，也不是有机的，就是一颗普通的高丽菜。而台风其实都还没登陆，卡风巴威正在逼近台湾，菜市场和超市却已经先炸了。生鲜蔬菜被抢购一空，小黄瓜从30块跳到8、90，连菜市场都涌现抢买潮。一个还在海上的台风，为什么有办法让你的菜篮先贵一轮？今天我们就从这颗高丽菜聊聊台风和你的餐桌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，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，聊时事，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讲一个可能有点反直觉的事，台风前的菜价其实不是被风吹贵的，主要是3件事同时发生。第一是抢收，台风来之前，菜农会冒着雨把还没完全长好的菜先采下来，免得整片被吹烂。这代表有一部分还没到采收期的供应提前被抽走了，而且赶在台风前抢收的菜，很多都还没完全长成，卖相、重量都打折，算下来真正能好好上架的好货反而更少。第二是抢购，消费者一听到台风要来，担心之后会更贵或买不到，就先囤，于是需求在短时间内突然暴增，名词叫预期心理。来话说，就是大家怕涨，所以先抢，结果反而把价格一起推高。第三才是真正的产地受损。这波台风之前的连续好雨，已经让一部分短期叶菜受损将近40%，像空心菜、小白菜、菠菜这类超贵的叶菜，一淹水就伤，到货量一少，批发价很快就涨上去。而且这波巴威不小，是1995年以来暴风半前最大的台风之一，在彰化的果菜市场，一天的交易均价就比前一天涨了大约1成，连平常不太起眼的韭菜花都从109块一口气跳到130。一边供应被抢收抽走，一边需求突然爆量，再加上产地受伤，三股力量叠在一起，菜价自然在台风登陆前就先跳了一波。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，会发现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同样是台风，台湾的叶菜价格反应得特别剧烈？关键在于供应链的形状。台湾的短期叶菜产地高度集中在云林、彰化这一带，像西螺、二良这些地方，这代表台风只要正面扫过主产区，全台的供应几乎会同时受影响。再加上叶菜这种东西又敲又急，它不耐储存，不耐长途运送，今天采大概就得这几天卖掉，它没办法像米、像根类那样存在仓库里慢慢调度。这里可以带一个经济学的名词，叫供给弹性。白话说，就是价格涨上去的时候，供给能不能跟着快速变多。叶菜的短期供给几乎没有弹性，菜种下去要好几个星期才能收成，今天缺货，菜农也没办法明天就多变出一批来，所以只要供应少掉一点点，价格就会跳得又快又猛。而且台湾的叶菜大多要先送到像西螺、台北这种大型果菜批发市场喊价，再一层一层分到零售端。批发市场只要一喊高，不用几天就会反映到你家巷口的菜摊和自助餐。说得夸张一点，一场台风正面扫过云林、彰化，全台湾的餐桌几乎会在同一时间感觉到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同一场台风，冷冻蔬菜、根类，还有进口的品项，价格都比较稳。真正暴涨的，几乎都是这些短链、易腐、产地又集中的短期叶菜。而气候变迁让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强，也让这种原本就存在的脆弱被放得越来越大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视角收回到你的菜篮，还有巷口那间餐厅。先讲一个好消息，菜价其实有一条恢复曲线。根据农业部的分析，台风或好雨之后，短期叶菜的价格大概在第2周会冲到最高点。到了第3周，部分产区开始恢复生产。第4周之后，产地迅速恢复采收，
到货量回来，价格也就慢慢回稳了。换句话说，那个吓人的高价通常是短期的。这也带出一个有点反直觉的结论：恐慌性的抢购其实会让短期的价格涨得更凶。你越怕贵越抢，短时间内需求就越大，价格反而被大家自己一起推得更高。恐慌性的抢购某种程度上是在替高价加柴火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政府或大盘商不能想办法压一下菜价吗？其实他们会做，像是在台风后调度冷藏库存，或增加一些进口来平抑。只是前面说过，叶菜太容易坏，很难像水果那样大量进口，慢慢调节，能出手的空间其实比想象中小。那我们自己能做的是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不用一腰蜂去抢那些贵松松的叶菜，可以多买一些耐放的根类，像马铃薯、红萝卜、阿普舍利、南瓜，或者选冷冻蔬菜，台风天一样能煮。至于巷口的餐厅，面对台风，通常也会机动调整菜色，把当天太贵或根本进不到货的品项先换成别的，或者暂时停掉几道菜。这不是偷工减料，而是一种在天气面前的务实。从一颗200块的高丽菜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件事：我们的餐桌和天气和一条脆弱的产地链绑得比想象中还要紧。台风考验的从来不只是我们的窗户和屋顶，还有整个社会把食物稳定送到餐桌上的能力。所以我们想问问看影片的你，下一次台风来之前，你会跟着抢，还是会先想一想哪些菜其实不用抢？而当一颗菜的价格都会被一场风左右，你会不会也开始好奇，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脆弱？我们是餐饮之外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集见。